大年夜，我收到了公司发来的250.38元年终奖。与此同时，公司群里也飘起了热火朝天的感谢刷屏。谢谢老板发的6万6年终奖，明年一定666。跟着秦哥就是爽，今年拿了18万，终于可以换新车了。才来了公司3个月，年终奖居然也有8800，我宣布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家。在此起彼伏的感谢声中，我追着啃了半年的大客户终于打来了电话。小付啊，我对你的公司没什么兴趣，却很认可你这个人的努力和勤奋。那个3个亿的合同，我决定还是给你了。什么时候来签约？我闻言对着电话轻笑道：“张总，合约可以签，只不过得等我换一个公司。”听我说完前因后果后，张总沉默片刻，叹了口气：“入行久了，什么事都见过，苛待销冠的倒是头一回听说。要不是我公司不在国内，我都想挖你来我这工作。你放心，这3亿的单跑不了。等你确定好下家，这单就当是我送你的入职礼物。”听了张总的承诺，我的心里涌起一股酸涩和温暖。只是服务了半年的客户，就对我有这样的信任和支持，而我尽心尽力供职5年的公司，却只会在大年夜给我最深的羞辱。我刚挂了张总的电话，老板禽兽的语音就发了过来：“小付啊，还在外面跑客户呢，同事们都在瑞丰饭店808包厢，就缺你了，你也来热闹热闹。”听后，我揣着离职的决心，转身就往饭店走。到了808包厢门口，我推开门，只见同事们乌泱泱围在主位周围，一个个笑得满脸褶。谢谢老板发的大红包，明年我一定卯足劲冲业绩，跟着秦哥肯定能再创辉煌。看看18万，这下终于能换辆好车了。秦哥大气。刚入职3个月的柳如烟挤在人群后面，眼圈红红的。我真的没想到，才来3个月就能拿到8800年终奖，我爸妈知道了都不敢信。秦哥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以后我一定为公司鞠躬尽瘁。没人注意到我进来，直到禽兽的目光扫过门口，才朝我招手：“小付来了，快坐快坐，就等你一个人了。”他这话一出，包厢里的笑声戛然而止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。禽兽的几个狗腿子对视一眼，阴阳怪气地开了口：“还以为他不来了呢，大年夜还跑客户，能跑出什么名堂？”小付可是咱们公司的销冠，去年业绩顶半边天，秦哥肯定给他发了个大红包吧？我没接他们的话茬，绕过人群，找了个最角落的空位坐下。禽兽看我坐下，看似关切地问道：“小付啊，年底跑客户辛苦吧？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还在外面奔波，谈得怎么样了？”我闻言抬眼看向他，淡淡开口：“还在跟进。”禽兽立刻拍着大腿，装作一副赏识的模样：“好，这股拼劲我喜欢。你放心，公司不会亏待功臣的。”接着他话锋一转：“不过今年年终奖确实少了点，主要是你去年那个小项目延迟了2天，给公司造成了点损失，所以稍微扣了点。明年好好干，我给你涨工资，升你当销售主管。”我听着他熟练的给我画笔，心里冷笑，脸上却没什么表情，只是点了点头。谢谢秦总关心。这时柳如烟也凑到我身边，一脸天真的问道：“付哥，那你今年年终奖多少啊？我都有8800呢，你肯定比我多吧？”其他人闻言也立刻跟着起哄：“是啊，小付，说说呗，让我们也羡慕羡慕。”我放下筷子，声音清淡：“不多，250.38元。”短暂的沉默后，包厢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哄笑。250.38，秦哥你也太幽默了吧，这数字选的真有水平。250还300，这属吉利啊，简直是为小付量身定做的。禽兽咳嗽2声，假意训斥：“都别胡说，小付今年确实有不足，明年好好干，奖金肯定少不了他的。”他嘴上说着公道话，眼神里却满是戏谑，根本没把我当回事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众人轮流给禽兽敬酒，说着各种阿谀奉承的话，而我只是坐在角落里，安静的吃着菜。聚餐结束后，我先去了一趟公司，整理了一下这5年来的客户文件，然后我又把项目跟进记录分别存到了 U 盘和云端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做完这些，我翻出了之前存下的几个猎头的联系方式，分别给他们发了消息。他们当时就留下名片时就说，如果我想跳槽，随时可以联系他们。第二天，我是被手机疯狂的消息提示音吵醒，打开手机一看，全是猎头回过来的。傅先生，我们这边的老板说了，只要您肯聊，薪资上浮50%起步。傅总，我是的小王，您手里的资源是行业硬通货。昨晚我发了您的盲推简历，今早已经有4家上市公司想约您喝咖啡了。兄弟，别去别家了，直接来我推的这家，这边的营销副总位置空了半年，就等你了。看着这些消息，我心中冷笑，在禽兽眼里，我是个只配拿250块钱年终奖的废物，但在市场上，我却是人人争抢的香饽饽。这就是信息差，也是禽兽这种井底之蛙永远看不透的真相。今天是大年初7，是开工第1天，但也是我在这个公司待的最后1天。我刚走进公司大门，原本热闹的办公区瞬间安静了几秒，同事们都用看笑话的目光看向我。禽兽的狗腿坐在我的工位旁边，正指挥着保洁阿姨搬东西。阿姨，把这盆发财树搬到我那边去，这位置风水不好，种什么死什么。怪不得有人业绩做那么大，结果奖金还不如我一个零头。我没理会这番指桑骂槐的话，径直走到自己的工位前。柳如烟见状又走了过来。傅哥，你来啦！我还以为你嫌丢人，今天不敢来上班了呢。秦总可说了，今天要开全员动员大会，还要宣布关于张总
总那个3亿大单的喜讯，你可得好好听听。一提到那3亿大单，他眼里满是贪婪，其余人更是满脸期待，纷纷议论了起来，仿佛那笔订单已经是囊中之物一般。很显然，所有人都知道那笔订单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，但我闻言只是冷冷一笑，没说话。没过5分钟，禽兽的秘书就踩着高跟鞋过来。副经理，秦总叫你现在去办公室。推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，禽兽正满面红光的在打电话。哎呀，李总，同喜同喜，今年咱们肯定大发。对，张总那个3亿的大单马上就落地了，到时候请您来喝庆功酒。看到我进来，他挂了电话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，换上了一副施舍的表情。小付啊，快坐下。昨晚回去想明白了吗？虽然公司今年给你的奖金不多，但这都是为了激励你。年轻人嘛，眼光要放长远，不要盯着眼前这点小钱。若是以前，我可能会唯唯诺诺的点头称是，但现在看着他这副嘴脸，我只觉得恶心。闻言我没做，依旧站得笔直。秦总，您找我有事？禽兽皱了皱眉，似乎对我这冷淡的态度很不满，但他很快又压了下去。是这样，张总那个3亿的项目，原本是你一直在跟，但是呢，考虑到你去年几个项目都有瑕疵，公司管理层开会研究决定，这个项目的签约落地由柳如烟来主导，你做副手协助他。公司管理层开会研究决定，这个项目的签约落地由柳如烟来主导，你做副手协助他。听后，我心里最后一丝对老东家的顾虑，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。真是好手段，先用低年终奖羞辱我，打压我的自信心，然后再夺走我手里最大的项目，交给他的关系互镀金。等这个3亿的大单签下来，柳如烟就是公司的头号功臣，而我将被彻底边缘化，最后像垃圾一样被踢开。可惜他算错了一步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秦总的意思是让我把客户送给柳如烟？禽兽闻言脸色一沉，反驳道：什么叫送给他？客户是公司的资源，你能聊上客户都是因为公司足够强大。我警告你，别以为离了你公司就不赚了。这个项目前期铺垫都做完了，现在就是临门一脚，谁去签都一样。我淡淡的看着禽兽反问：既然谁去都一样，那您让柳如烟自己去签好了，找我干什么？他心里是什么打算，我可太清楚了。禽兽闻言嘴角一抽，气急败坏的命令道：柳如烟毕竟刚来，对细节不清楚，你把所有跟进记录、张总的喜好还有谈判要点全部整理出来交给他。我听后没有理他，只是从怀里掏出了一封早就打印好的信封，扔到了他的办公桌上。秦总，恐怕我配合不了了。禽兽见状顿时一愣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平静的回答：辞职信。禽兽盯着那个信封看了足足3秒，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嘲讽道：辞职？父亲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也不去打听打听现在的行情，除了我们公司，谁还要你这种只有几年经验的销售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为了拿点年终奖就闹脾气，幼不幼稚？我闻言依旧是面色平淡的看着他。既然我这么差，那秦总赶紧签字吧，省得我留在公司碍您的眼。禽兽被我的态度彻底激怒了，他一把抓起辞职信，签上自己的名字后，狠狠摔在我身上。滚，马上滚！老子早就想开除你了，想走是吧？成全你，这个月工资你1分钱别想拿，还有那250块年终奖，你也给我吐出来。还有，竞业协议签了，2年内不准从事同行业工作，否则我告到你倾家荡产。他以为拿捏住了我的命脉，在这个行业，竞业协议就像紧箍咒，很多销售就是被这一条吓住，不敢轻易跳槽。但我早就咨询过律师，公司没有支付竞业补偿金，协议就是废纸一张。更何况他为了省钱，当初合同里的竞业条款漏洞百出。我捡起辞职信，转头看向禽兽。秦总，希望您以后不要后悔。禽兽冷笑2声，后悔？呵呵，我会后悔赶走一个废物。父亲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了公司平台，你连条狗都不如。那个3亿的单子，柳如烟照样能签下来。回到工位，我开始收拾东西。柳如烟正坐在旁边涂指甲油，看到我拿着个纸箱子，立刻大声嚷嚷：哎呦，大家快看呐，咱们的销冠真的要走了！闻言，所有人都围了过来。真走了？这么冲动？小付还是太年轻，受不得气。现在外面工作多难找啊！就是跟谁过不去，别跟钱过不去啊！这一走，张总那个大单的提成可就全没了。柳如烟得意洋洋地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说：付哥，刚才秦总说了，你的工作全部交接给我，那些客户资料呢？还有张总那个项目的核心文件都在哪？我指了指桌上那一摞厚厚的文件说：都在这了，每一家客户的联系方式、合同副本和过往交易记录全都在这儿。那是昨晚我为了这一刻特意准备的，全是些百度都能查到的公开信息，以及一些无关痛痒的流水账。至于真正核心的决策人私密联系方式或者关键利益链条，还有张总对项目的特殊修改意见，早就静静地躺在我口袋里的 U 盘里。只见柳如烟随手翻了2下，看到密密麻麻的字，满意的点点头。算你识相。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以后要是找不到工作饿死了，可以来求求我，说不定我还能赏你口饭吃。我抱着纸箱，看着他嚣张跋扈的脸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柳如烟，送你一句话。柳如烟疑惑地问：什么？我看向他，平静地说道：有些东西不是你的，硬抢是会烫手的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司。走出大楼的那一刻，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那个置顶的号码。喂，张总，我是小付，我离职了。喂，张总，我是小付，我离职了。刚说完，电话那头立马传来张总爽快的笑声。好，这一天我等了好久了。小付，既然你自由了，那我们的合作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？我肯定的回答。当然。随后我又看向身后那栋熟悉的写字楼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想请您帮我看一场好戏。张总好奇地问。哦，
什么信？我笑着回答。到时候您就知道了，包您满意。挂断电话，我又拨通了猎头那边一直在挖我的李总电话。李总，我同意入职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李总在电话那头兴奋地回应：你说，只要你来，什么条件都行。我闻言接着说：3天后，原公司要搞那个3亿项目的签约仪式，我要在这个仪式上送他们一份大礼，需要咱们公司的法务和公关团队配合。电话那头的李总沉默了2秒，随即爆发出一阵狂笑。带劲，我就喜欢你这股狠劲。没问题，3天后我亲自带队去给你撑场子。搞定这一切之后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。3天时间转瞬即逝，禽兽为了在行业内立威，也为了向董事会证明赶走我是正确的，特意把这场签约仪式搞得声势浩大。他邀请了全球的行业媒体，甚至连区里的相关领导都请来了。在他看来，这3亿的大单已经是煮熟的鸭子，只要在合同上签个字，飞鱼网络的股价就会飙升，他禽兽的身价也会水涨船高。至于那个张总为什么这3天一直联系不上，柳如烟给的解释是：大老板吗？肯定忙，反正时间地点都发过去了，张总秘书也回复了咱们，肯定没问题。签约仪式当天，禽兽站在酒店门口满面春风的迎宾，宾客们也纷纷上前恭维道：恭喜秦总啊，拿下这么大的单子，今年行业龙头的地位稳了。禽兽笑着摆手回应：哪里，都是团队的努力，也是柳如烟这孩子能干。就在这时，一辆不起眼的出租车停在了酒店门口，车门打开，我淡定地走了下来。门口的迎宾小姐愣了一下，正要阻拦，禽兽却眼尖看到了我，她大步走过来，故意提高了嗓门，让周围的宾客都能听见。这不是我们的钱销冠小付吗？怎么离职才3天就混到坐出租车了？周围顿时响起一片低低的哄笑声。柳如烟也凑了过来，捂着嘴笑道：哎呀，秦总您别这么说，人家可能是想来看看离了他咱们是怎么签下这3亿大单的，毕竟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业绩呢。我平静地看着这对跳梁小丑。秦总盛情邀请，发了那么多条短信让我来观礼，我怎么敢不来呢？禽兽确实给我发了短信，内容全是嘲讽和炫耀，目的就是想让我亲眼看着自己的心血为他人做嫁衣，彻底摧毁我的尊严。禽兽闻言指了指宴会厅最角落那个给工作人员和司机准备的桌子。行，既然来了，那就进去找个角落坐着，睁大你的眼看清楚，离开平台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没有反驳，只是勾起嘴角，默默地走到那个角落坐下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宾客基本到齐，禽兽拿着麦克风，意气风发地走上台演讲。各位领导，各位来宾，感谢大家百忙之中莅临飞鱼网络的战略签约仪式。他洋洋洒洒地讲了10几分钟，从公司愿景讲到行业未来，最后话锋一转，今天我们将与海外巨头张氏集团签署一份价值3亿的战略合作协议，这将是我们飞鱼网络里程碑式的一步。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张氏集团董事长张天才先生上台签约。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张氏集团董事长张天才先生上台签约。宴会厅的大门缓缓打开，张总走了进来。与此同时，坐在角落里的我也站了起来。禽兽还没意识到不对劲，满脸堆笑的迎了上去。哎呀，张总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您盼来了，快请上台，合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您签字了。柳如烟也捧着烫金的合同夹，一脸谄媚的凑上去介绍：张总，我是项目的负责人，虽然没通过电话，但我对您的项目可是……然而张总并没有去接禽兽的手，也没理会柳如烟，他的目光穿过人群，精准地落在了角落里的我身上。那一刻，原本喧闹的宴会厅莫名的安静了下来。张总的声音不大，却通过衣领上的微型麦克风清晰地传遍全场。秦总，我想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禽兽脸上的笑容一僵，疑惑地问：误会？张总，您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咱不是说好了今天来签约吗？张总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，转过身，面对着台下所有的媒体和嘉宾，伸手指向角落里的我说：是说好的签约，但我张某人做生意认人不认庙，我的3个亿只投给父亲先生。既然父亲先生已经不在贵公司了，张总顿了顿，眼神瞬间变得冰冷。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这种压榨员工、毫无诚信的垃圾公司签约？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这种压榨员工、毫无诚信的垃圾公司签约？张总话音刚落，全场顿时死寂。禽兽张大了嘴巴，半天发不出声音。柳如烟更是脸色煞白如纸。台下的媒体记者们也都瞬间炸了锅，闪光灯疯狂的闪烁，快门声响成一片。这可是大新闻！直播签约竟然变成了直播打脸。这时，禽兽的声音已经颤抖的变了调：张总，您开玩笑的吧？这合同细节我们都谈了半年了，而且父亲他就是个打工的，是被我们开除的，他何德何能？他还没说完，张总就厉声打断了他：住口！被你们开除，难道不是因为你们大年夜只发250块钱年终奖，逼走了你们最大的功臣吗？台下瞬间一片哗然。我去，250块年终奖，真的假的？飞宇这么抠，怪不得销冠要跑，这也太侮辱人了吧！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向禽兽，禽兽的冷汗唰的一下就下来了，他慌乱的摆手辩解：不是这样的，这是造谣。张总，您别听他胡说，我们公司很有实力的，柳如烟也很优秀的。张总闻言冷笑一声，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录音笔，按下了播放键，那是柳如烟刚才在门口嘲讽我的声音。离了他，咱们公司是怎么签下这3亿大单的？张总不屑地说：连项目核心需求都搞不懂，只知道靠裙带关系上位的人也配叫优秀？张总说完，不再看禽兽一眼，
而是大步向我走来。我整理了一下衣领，从容地迎了上去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张总走到我面前，主动伸出了手，脸上换上了真诚的笑容。父亲让你受委屈了，父亲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握住他的手，微笑着回应：不委屈，正好让我看清了一些人。就在这时，宴会厅的大门再次被推开，只见华盛科技公司的李总带着一群西装革履的法务团队走了进来。李总走到我身边，直接拿出一张鲜红的聘书，大声宣布：既然飞宇不识货，那这块金子我们华盛要了。我宣布，即日起聘请付钦先生担任华盛科技合伙人兼营销副总裁，并全权负责与张氏集团的3亿元战略合作项目。说完，李总把一份厚厚的文件拍在桌子上。那一刻，闪光灯将我包围，我站在聚光灯的中心，看着远处瘫软在舞台上的禽兽和面无人色的柳如烟。哪怕隔着几米远，我也能看到禽兽额头上爆起的青筋。他猛地站起身，手指颤抖地指着我，歇斯底里地吼道：父亲，你这是违规操作，你这是商业欺诈，你是跟我签了竞业协议的，你带走公司的客户，我要告你，我要让你把牢底坐穿。不过这次不用我说话，李总便主动开口：秦总，未支付竞业补偿金，协议自动失效，这一点你难道不清楚？他说着又拿出来一份律师函，这是我们华盛法务部送你的律师函，关于你长期克扣付钦先生业务提成以及此次恶意诽谤名誉权的诉讼。禽兽看着那张律师函，脸色瞬间灰白。就在禽兽还没缓过劲来的时候，台下的宾客席里又有几位老总站了起来。秦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既然副经理去了华盛，那我们公司明年的续约合同也转到华盛吧。既然副经理去了华盛，那我们公司明年的续约合同也转到华盛吧。我也一样。老实说，这几年要不是看在小付随叫随到的面子上，谁忍得了你们公司那稀烂的售后？加我一个，跟着副总干，我放心。短短几分钟内，现场原本属于飞鱼网络的10几家核心客户纷纷临阵倒戈，他们像是商量好了一样，排着队走到我面前，递上名片，握手寒暄。原本是飞鱼网络的签约仪式，硬生生变成了我父亲的个人招商大会。禽兽看着这一幕，双腿一软，竟然直接瘫坐在了地上。柳如烟还在尖叫：保安，保安呢？把他们赶出去！可惜没人听他的。签约仪式的闹剧通过网络直播，不到半天就传遍了整个行业。飞鱼网络的股价在当天下午开盘即跌停，3天内市值蒸发了60%。但这仅仅是开始，因为失去了张总的3亿大单，前期为了这个项目垫资的几千万瞬间成了烂账，银行闻风而动，开始抽贷。当我正在华盛科技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和张总敲定最终合同细节时，听说飞鱼网络内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财务总监第一个提桶跑路，临走前还在公司群里爆了个大料：公司账上没钱了，禽兽为了填补窟窿，正在转移资产，大家赶紧把工资要回来。这一嗓子直接引爆了炸药桶，那些曾经嘲笑我拿250元年终奖的同事们，此刻全都傻了眼。最精彩的还是禽兽和柳如烟的狗咬狗。那天下午，禽兽在办公室里发疯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柳如烟头上。都怪你个扫把星！要不是你非要抢这个功劳，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让我只发250块钱，恶心父亲，他怎么会走？怎么会搞成这样？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让我只发250块钱，恶心父亲，他怎么会走？怎么会搞成这样？柳如烟也不甘示弱，尖叫着骂道：禽兽你个王八蛋，当初是你自己想省那几十万提成，现在怪我。我告诉你，你偷税漏税的证据我都有，还有你为了扣员工工资做的那些假账，我都存着呢，咱们谁也别想好过。这一幕被讨薪的员工拍了下来，发到了网上。当天晚上，税务局和经侦大队的车就停在了飞鱼网络的楼下。那个曾经不可一世，把我当垃圾一样踢开的禽兽，被戴上手铐带走时，连头都不敢抬。而我只是平静地看着手机里的新闻推送，然后关掉屏幕，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。半年后，华盛科技敲钟上市，作为公司的核心合伙人，我和李总一起参加了庆功宴。宴会结束后，我打了一辆网约车准备回家，突然我惊讶地发现司机竟然是禽兽。禽兽看到我，尴尬地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好巧啊，副总，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。听说飞宇破产清算后，他名下的房产车子全被拍卖抵债，还背了一屁股债，老婆也带着孩子跑了。我语气平静，像是在跟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打招呼。秦师傅，好久不见。禽兽他看着我一身高定西装，看着我手腕上那块价值连城的名表，眼里的悔恨几乎要溢出来。禽兽声音哽咽，带着一丝祈求：父亲，当初是哥不对，我不是人，你看咱们毕竟共事一场，你现在发达了，能不能？我打断了他的话，拉开车门坐进了后排。师傅，麻烦去瑞丰酒店。禽兽闻言愣了一下，没敢再说话，默默地发动了车子。一路上，车厢里死一般的沉寂。到了目的地，我拿出手机付车费。禽兽见状慌乱地摆手：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副总，这趟算我请您的。我没有理会他，随即扫码输入了金额，点击支付。只听滴的一声，禽兽的手机响起了播报音：收款到账250.38元，收款到账250.38元。禽兽听后猛地回过头看着我，我推开车门，站在路边看向禽兽。禽兽，我们两清了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饭店。今晚
我是来参加一个行业聚会的。走进熟悉的808包厢，里面的装修依旧金碧辉煌，只是早已物是人非。酒过3巡，包厢门被推开，领班带着一排陪酒小妹走了进来。老板们晚上好，这是新来的一批，大家都很有眼力见的。我随意的扫了一眼，目光忽然停在了角落里，那个正熟练的帮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倒酒的身影上，是柳如烟。他似乎是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下意识的抬起头。当看清坐在主位上的我时，他手里的酒瓶瞬间砸在了桌上，溅了那个油腻男一身。油腻男顿时怒斥道：“干什么呢？没长眼睛啊！”柳如烟立刻低着头不停的道歉。旁边的李总见我一直盯着那边，凑过来小声问：“怎么，副总认识？”我收回目光，淡淡的说：“不认识，只是想起了一个故人。”李总笑了笑，不再追问，举杯道：“来，副总，祝贺咱们华盛上市，祝贺你身家过亿，干杯！”我回应道：“干杯！”我一饮而尽，属于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，而那些曾经的轻视与羞辱，终究都化作了脚下的尘埃，被我远远的甩在了身后，再也不值得回头看一眼。